小这种竹制的小篮子。我们首先要去分析它这个造型属于是什么，大的感觉是属于什么类。它这个斜着的这个口，就是这个篮子这个口，它是怎么方向的？就我们没有看到过它正的，但是你看它这样的侧面，你就能分析出它的正面大概是个什么样。它正面肯定就是大概是这个样子。这个往里边收，不要把它放齐了。它因为这个外面这一圈它有个厚度，然后往里一点，然后这个也是往里收一点，收到这下面之后呢，它这个弧度就随着这个就开始也是转一圈这样，然后它这个有一个厚度，这个很快取好了，我们就可以直接拿这个钢笔去画。我们先从这上面吧，先把这个钩子画。这个地方要处理清洗，它是挂在这个钩子上，所以我们这样转过来，然后这个也是好，这边要窄一点，你看它是慢慢的变宽，拧下来，它这个朝向往哪边，我们把它往哪下。如果按那个透视来讲的话，它就是这个无限延伸，这个往这边无限延伸，转过去完之后，它在这里面呢，可能还有一些这个露出来的这些。然后它这个呢就是开始往这边转，然后这个地方里边可能有一个白色的抹布或者是毛巾。好，这是它基本的一个轮廓。轮廓完之后，我们再看它这个里面的这个明暗，这个地方转折，看它那个光感，从这个地方开始往里边转。这个就注意了，这个转的时候就去找它这个阴影的形状了。你看它那个阴影是有形状的，它这个往这边。这个往这边，好，转到这儿的时候就开始从这儿开始，再从这儿开始逐渐的往下降。它这个厚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就是这个竹边的它这个厚度给它留亮，然后这个厚度和这个里面的这中间的这个空间给它画深一点，就留一个，这个很快我们就给它画出来了。然后我们再来画一个这种，还是一个类似于一个小篮子，但是它是这种手提的。我们首先看这个，它大的形体上它就是什么呀？我们快速给它找出来它这个状态。它大的形体就是一个梯形，对不对？就上面宽下面窄的一个梯形，一个小类似又像是包，又像那个小提篓的这种。我们再去定一下它这个。提的这个也随意一点就行了，就看看我们要给它画多高。然后它这个呢，这个画窄一点。它这个边因为它是这种竹边的，所以我们就虚线，一定要是虚线，一段一段的。到这个地方给它多留一点，因为这个地方它上面有东西，有一个塑料管的这种感觉，所以它是很光滑的。这个线我们就不能像那种麻绳的那种，就尽量给它画的顺畅一点。它转到这儿，从这儿你不要一直画到这儿，那这个线可能就穿不过来了。然后从这里面穿了两根线呢从这里面穿出来。这个完了之后，然后再还是这样，我们先用这种碎的线连接，然后这个也是连接。这样之后，上面我们再去翻转，它这个隔一个翻转一下，隔一个翻转一下，隔一个翻转一下。它这个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它可能都是直一点。我们还是用虚一点的线。然后到这边呢，它因为它是弧度的，它就开始往下转了，转到这儿了，它是这样的。然后同样这个呢，它也是转，它跟它是一致的，它也是从这个地方开始转到这儿了，好，直着过来，转到这儿，到这儿了，你看它就得往上，这就表现出它这个地方的这有一个弧度，转过弯来之后，在这个平面上的时候，它就是直线了，它就是直着，这个地方你看也是直着，用这种碎线。但是别一整根线画出来，因为它是一段一段的，所以不能画太实。
那我们把这边的可以给它多加一些，让这边稍微感觉是有一点暗面，因为它这个是圆的嘛，这个把手，但是一定要留一边是亮的，留一边是这种留白的状态。好了，这是这个小男子，我们基本上就这样，就算是给它也画完了。好，我们再来看，再画一个。这个呢是一个小桶，就铁桶，但是它铁桶呢上面有一个小毛巾的这种，怎么去画它？同样，我们先定住这上面这个桶的这个开口，就是椭圆，把这个椭圆先找好。然后它这个桶这里面呢翻出来是一个这个布，就是一个布的这种状态。这个连接的呢，它有一个厚度，我们要给它画出来，然后中间是一个铁丝。然后这个铁丝呢，可能还有一点变形，我们不要给它画的太，故意让它扭曲一点。这里面呢，它是有折叠，也不规则的。这个垂下来，然后我们画几道这个褶皱的关系，这样一道，这样一道，然后这个一直下来，然后这个地方是从这个桶的边沿上面的这个边沿，这个下面它就不是实的了，虚一点，然后再画出它这个厚度呢，就是给它画成一个很扁的这种圆柱体。完了之后，它这个下面有一道很强烈的这个影的光照的这种，所以这个线我们就要实，不要虚。我们再从这上面再开始，因为找它这个明暗交界线，它应该大概是在这个地方，就接着这个给它过一遍。这个完了之后，然后我们在前面我们有画那个圆柱体，这就是这个铁丝投下来的。这铁丝我们给它加重，但是不能画的太死黑了，一定要留一个白边。然后看这个地方也是，它就是然后其实这一块我们就可以给它当成前面我们讲的这个圆锥的这种感觉，就是中间深，两边稍微有点亮。然后但是它这个呢，这个是最亮的，这个地方我们还得给它走一遍。因为这个地方它不是完全的亮，然后它这个地方可能还有两道虚一点，这个就轻轻的给它画过来。那这是一个桶，也是很快。好，我们再来画这个一个小东西，这是一个可能稍微要复杂一点的。然后首先我们先找出它这个上面这个横的这个大概的这个方向。然后它下面这个也是大概的是这么个方向，结构是它这个地方到这儿，然后它这个可能是有一个这个弧度，所以它这个是往里收的。就这种结构呢，我们就每一种结构要找它的这个规律和找它有价值的一个参考线。然后这是这样之后，我们再来看它这个上面它这个电话筒它是有弧度的，就这个握着的这个地方，对吧？还有它这个看它下面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这个东西就好像是那个管道里边的三通的那种感觉，它是拐个弯的，就是一个圆柱体拐弯的圆柱体。它这个地方就是这样，并且我们看细节，它这里面还有一个造型。这插头这个圆也是，就是我们用好几层的这个圆，从这边穿到这儿，从这儿穿到这儿，底稿的一个造型关系、结构关系，可能这个就要复杂一点。我们先从就可以先从这上面画吧，就这个圆，然后这个是往这儿，然后我们再到这儿的时候，先把这条边找出来，然
然后到这个地方看，它这个有弧度往外走，这个地方也是有弧度往这边走，走到这儿我们就可以，那么这个也可以连上，但是这个呢可以轻一点、虚一点，因为它不是实线，它这个是有一个过渡的，有一个弧度的，不是这种直角的这种线。然后像这种线条呢，就尽量的就是尽可能的去画的均匀，粗细一样。你看它这个地方，它因为这个是压在它上面，我们画的时候可以把它稍微大小不同的这个圆，才层层叠叠的形成它这么一个造型。那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就要注意了，它应该是怎么去画？我们就从这儿，因为它那个有这个反光，我们先从这边就去找它这里边这个造型的这个好，然后这个我们看哈，它这个也是从这个边，然后到这个边，但是这个地方我们要给它留一个白边，或者就快速的，这边一定要。就这个线就不要搭在这个挨着这个边，要让它有一条白边，就这个顺着这条线，我们把这个也需要给它加重。然后看这个它就比较深，把这个厚度的这个地方颜色要压下去。好，这是这个，然后这个里面呢，这个大的这个感觉就是这样。好，今天就练习这么几个，就稍微复杂一点的这个小物件的。这个就是快速，可能没有那么细致，但是你是一个快速的理解这个造型规律，怎么去找它的这个特点，去抓准它这个透视。